好，接下来关心美国经济会不会被战争拖垮，顺带的是联动到全球经济。现在有一个初步的估计说，可能会美国的部分经济损失6.7兆。经济损失，那么美股重挫，还有肥料断供，美农哀嚎，油价现在预估可能最高飙升超过$200的天价。我们现在要来看到说，这场战争不只是影响到美国，全球荷包也跟着受到了影响。这边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美国自己内部的民调，现在其实民众非常的愤怒。将近60%的美国民众，他们是反对川普去打这一场战争的，尤其是针对伊朗发动这一场军事行动。他们怒吼说：“不要拿我们的钱去送炸弹。”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成本不断的飙升。我们来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数字。华府智库这边说了，这场军事行动一开始的成本就已经超过了$50亿的金额。五角大厦也做了估计，只要4天而已，就已经逼近了$110亿。接下来再来看到华尔街分析师做的这个分析，战争直接预算成本恐怕是达到了$950亿，换算约是3兆新台币，还有额外的经济损失，预估是500亿到2100亿的代价，大约是6.7兆新台币。美国的反战声浪会不会继续的扩大？这种压力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川普在军事上的决策？吕舰长又怎么看？如果我们看到啊，今天中午在我们录制前的最新的 AIS 的话，我们看到赫姆兹海峡，这个是3月2号一开始宣布他就是说有本事来走走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赫姆兹海峡几乎没有船只通过，大家在这边形成乱集团。为什么？因为空船要进去加油，然后装满油的油轮或者是天然气船要赶出来。那今天最新的在这里。下午1点24分了，我们看到还是这个样子，也就是现在，这也就是刚刚谈到为什么油价推升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除了油轮出不来之外，现在未来要面对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储油槽跟储气槽即将要装满。那如果我们来看啊，对于伊拉克来讲的话，它只能再存6天。那科威特的话，再存14天。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也就是很快的这一些波湾国家的这一些储油槽都装不下了，那它就不会再继续开采了。那所有的这个油价就一飞冲天。对于美国自己当然它就是一个产油国，可是其他的，例如说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通通都不是产油国。那整个成本垫高之后，卖到美国的东西一样贵，所以美国除了石油之外，可能最后万物齐涨，那个也就是很可能会影响到川普的军事决策的最重要性。而且如果我们看到美国公共电视网最新做的一个民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大家在说这个到底赞不赞成川普处理这一次伊朗的一个态度，其实有54%是反对的，只有36%他是赞成的。那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对于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接近60%，也就是56%反对，44%是赞成的。这是44跟36，其实也就是MAGA 的全部的主要的成员。但至于说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讲到说，伊朗到底是对于美国的威胁如何？那44%的人说压力威胁很大，40%的人说是其实它那个构成的威胁有限。那15%说伊朗根本就不是威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11月终究还是要期中选举的。那如果说川普在3月底4月初到中国大陆的这一个习川会得不到什么样的一个对于经济上面有所帮助的结果的话，
他就会来回头考虑他的一个军事作为了。好，军事作为恐怕会受到这个川普担心自己的这个期中选举的影响。那现在也专家列出了3个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受到亮起红灯的原因。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油价，现在价格是4年来首次突破$100，国际油价飙升了幅度20%，冲破$110。那川普最新回应说，这只是击败伊朗的微小代价，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第二个就是就业数据现在也比较疲软，还有农业成本暴增，全球33%的肥料因为要经过荷姆斯海峡，包括了它的硫磺跟铵，价格也因此暴涨，恐怕就是美国农民首当其冲了。那如果农业崩盘，对于共和党期中选举的影响，老师又怎么看？主持人刚才提过，战争是一场好生意啊，那个是对军工复合体而言。如果对国家而言的前提是你要赢了这场战争，但是你也可能会负担很多在经济以及民生上面的这种代价。那现在这个战争到底谁赢谁输，或者是会不会有输赢啊？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因为双方只是在做这个相互的轰炸，很难讲谁输谁赢。如果就战损跟死伤人数，当然伊朗这边绝对的是居于劣势。可是呢，你帮助他把老旧的领导阶层给这个清除掉，然后呢，你制造了一个新的更强硬的这个仇人，而且这个仇人是世仇啊。你知道，就是穆杰塔巴他的妈妈、他的妻子跟他的姐妹也在哈梅尼被轰炸的时候同时被炸死。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美国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我刚刚提到。那如果原油现在已经我们讲布兰特原油做一个指标的话，现在已经破100，那如果在未来破到120的时候呢，这个在历史上都算是高点了。也就是说，跟过去3个时间点是经济萧条以及反恐战争2011到2013的期间，还有呢疫情，那个是2022、2023的这2年的期间，其实大概最高的时候来到143。但是平均大概就在120左右，所以如果破120的话，那几乎是等于是过去20年当中的3大重大危机，然后石油价的反应就是如此。那可是以现在他们的战争的规模没有到达那个层面了，那为什么油价会这么飙高？因为它就打到那个最关键的就是油的运送，以及这个保险价格。那因此就是现在面临到，当然还有化肥啊等等之类这个大宗物资。所以现在面临到是，它会这个万物都涨，各国都涨，那美国一定逃不掉。那现在美国的 PMI 最近的 PMI 经纪人采购指数啊 ，CPI 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数字都在增长，而且非农的就业指数其实也在扩大。虽然还是缓慢，但我想下个月这个月或下个月出来一定会有一些变化。那会不会降息？那这个在这个时间点会降息吗？所以还要还钱给这些进口商关税，还要面临到选举，所以这个时候，而且这个选举一开始就是对共和党比较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他可能会出来去劝川普，那就是万斯，因为我发觉到，当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前3天万斯没怎么讲话，都是 Rubio 在那边不断的喊打喊冲，而且他的理由是一天也是这个朝令夕改。那川普跟他一样改，那可是当第3天还是第4天，3月3号的时候，当万斯出来的时候呢，他也支持，但说这不是战争，这是有限的惩罚。他的定义就是如此。所以他会不会劝川普说，我们就把它定义为有限的惩罚，我们已经胜利了，而且基本上伊朗已经被我们打的，就是说站不起来了，所以呢，不需要再把战争持续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经济的因素会使得内部政治人物会影响，然后呢，会影响到川普的这个决策。好，这个是经济上对于美国的影响。那对于全球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尤其荷姆斯海峡现在被封锁，50%的这些能源都是要经过这个海峡，几乎航运都已经全面瘫痪，就只有可以中国的船只通过。所以现在有一个最新消息是说，至少10艘的这些船，他们呢就悄悄的临时改成中国籍的船，就是为了蒙骗过伊朗的封锁。对于全球的影响，委员用怎么看？对全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今年如果长期封锁下来，今年会变成萧条年
全世界没有例外，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都毫不例外。那美国当然不会例外哈。但是美国一定是这些所有萧条国家里面萧条程度最低的。因为你表面上这边的股票跌，可是问题你看到这2天的石油股、能源股已经涨翻了。那一部分的税收会增加不少啊，还有包括刚才有明兄讲的军火工业等等。所以美国是一个行业有得，一个行业有失哈。那其他国家都会很吃大亏啊。像中国大陆自产石油40%，进口石油60%，进口石油60%里面有1半来自中东国家，现在都卡住了。所以你讲说有一个10条船，那个10条船对中国大陆每天要进出的量，那是缓不济急了，是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是包括台湾也是一样，现在都靠库存石油在支撑了哈。那如果短暂的很快就结束这个荷姆斯海峡的封锁的话，那很明白的影响就不大，很快就恢复正常哦。我举个例子，当上次刚才有明兄提到，2008年油价涨到149，可是很快的就跌到40，那个差距会大。为什么？油价推涨是投机性的资金进去，并不是长期要买油的人进去，是卖掉黄金、卖掉股票跑去追逐这个石油产品。所以因此暴涨，那暴涨的话，如果这个结束，啪嚓就掉下来啊。所以暴涨暴跌，大家要注意哈。那荷姆斯海峡什么时候会解除封锁？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压力测试啊，看谁撑得久，看谁撑得住哈。那这个美国最大的问题是，我一开始就讲过，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政治限制。什么政治限制？人家普丁打了4年战争哦，支持度都80%哎。对。你川普打没2天呢，你就变成38%。我因为对他跌不多了，因为他关税也是38%，他现在38%，没差对吧？皮皮的没差哈。所以表示说美国人是有人反战，可是好像对这个议题的关心度也没特别的高啊，没特别高哈。那可是对伊朗来讲哈，刚才有明兄讲他新领导更强硬，但是我坦白承认更没用。为什么？没钱，除了中国、俄罗斯腾出来大笔钱给他，可现在不切实际啊，因为所有的金融系统全部被封锁了哈，一个再强硬的国家，领导的再强硬，像希特勒这么强硬没有用。像那个谁，乌克兰纳粹集团，包括泽连很强硬啊，没钱就怎么强硬都没有办法。人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他现在他领导如果不解决这个他的经济崩溃，现在已经开始产生饥荒了。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战争结束，这个政权还是会崩溃啊。因为各国都有这种经验嘛，所以这个双方面在比看谁气场、压力谁高。那如果说这个以色列这一次没有倒的话，他搞不好还会捡到大便宜啊。因为一个残破的伊朗，对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可以不断的宣称他胜利啊。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